卢强大哥，吃饭了。我们汤也好了。离开了卤面之乡乌鲁英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鱼米之乡士根庄 Sakin Chan。那你们知不知道这里啊最出名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现在所吃的啦，很好，它的稻田、它的米，还有呢，这些就是鱼浆制品。很好，就是这2样了。Anyway 呢，我们吃饱了之后啊，我要去 meet 我当地的一个朋友啊。那么我这里有朋友的 ，Why cannot？ 那你们要做什么？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些鱼浆制品是怎么做的，所以我想要去了解一下。 Good。你呢？我跟你去了。你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咩？学这种东西是我的喜好。OK， 吃早餐，不要吵架哈，乖，来。我们现在呢就要去了解这个鱼浆制品是怎么制作的。然后前面这里呢就是鱼浆制品的工厂。All right, bro。可能我们的美食交流会，我们可以做一点海鲜类的食物啊。哦，诶 ，sounds good。哇 ，bro， 你看这里真的制作了很多东西耶，这里还有酿豆腐 ，bro。所以他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是叫做这个没有包的啦，我们就做鱼扯嘛，然后剪的就是鱼剪。除了这个鱼浆制品，还有没有其他的鱼浆制品？有啊，鱼饺那些咯，有些人叫做飞碟啊 ，UFO。啊！哇哦！所以这个是你们所谓的 UFO 啊？对对对，为什么叫 UFO 啊？包好了就像这个 UFO。再拿一片鱼皮，然后放那个馅料在里头，然后卷起来，卷了之后呢，把旁边这样连接起来，就变成一个 UFO 了。老板娘，那个就是那个海鳗鱼是吗？啊，对对对。所以你们这边制作的所有的那些馅料都是纯粹鳗鱼吗？我们如果是永岛湖，我们就掺鳗鱼、掺拖鞋鱼来做咯。如果鱼圆啊，我们就纯鳗鱼做到完。老板娘，为什么制作鱼圆你要用海鳗鱼呢？因为用海鳗鱼哦，它第一它没有腥味，第二它比较扎实啊。我越看手越痒。用养了，老板娘，我们可不可以处理一试试看下啦处？理一下？可以。我告诉你，你要斜了斜的，它肉才不会浪费掉。你这样斜啊，波动啊！你波动听到怎么嘞？你看拿上啊，一定要砍的，一定要砍的，我觉得如果叫我做的话呢，一定不能的，我还没有讲完，老板娘一定不能的。老板娘也来标了，标了。可是就因为你这样讲哦，我就不会去做，因为我不要弄坏你的鳗鱼，不要浪费那些鱼肉。 OK，Thank you。OK，哇 ，Good job, chef。Good job。比较好奇的就是那个鱼圆的制作过程啊。好像我们这边杀好了，拿去清洗一下，清洗新鲜的，我们就用这架机器，机器是用来压住它的鱼肉出来，好了就拿去速冻，因为鱼肉哦，我们一定要会给它冷，拿去机器搅才不会烧掉。哇，这个很大力，这个。OK， 我吃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是不是因为他们用的鱼不一样，所以它的口感会来的比较有弹性。对，它是比较弹牙，因为鳗鱼的肉比较有 protein 啊，蛋白质。我知道这边也被称为鱼米之乡嘛，所以你们的鱼哦都是每天新鲜的从港口那边拿过来。对。哦，难怪 Sakin Chan 是因为它靠近海口，所以它的海鲜呢都很出名。对对对，特别新鲜。 Bernice. Hi, Brian. Oh my goodness. Welcome to Sakin Chan.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好神奇哦，认识你那么多年啊10年， 10年啊，我竟然来到你的老家嘞。对我超开心。对，你每次都跟我讲你的老家。对哦，所以你的家长得这个样子的啊。这不是我的家，是我朋友的家。他这边的海鲜很新鲜啊，然后油又很干净，所以他的虾饼是很出名的。Hi Peter， 嗨 ，hello。还有我的朋友 Peter。这个是今天我们做的是手冻饼。第一天我们要做的时候，就把那个新鲜的手冻搅脆的泥酱这样放冷了。第二天我们才来捞木薯粉，加木薯粉啊，还有糖啊、盐这些东西。 ，OK。刚刚我们就在搓了，要搓多久啊？搓到它里面实心，不要有空气在里面。可以给我感觉一下吗？要吗？要。等一下怎么搓？你一直这样搓，我就一直这样啊，哇，很硬嘞。啊，对。 然后呢，就一直这样子转，然后开始要搓成一粒球了，搓成一粒球了，要给它滚成一粒球。
等水滚了就要拿去蒸了，可以进炉了。这样你一天的产量是多少条啊42条咯。？42条。这个是不同口味的，对不对？让我来猜，因为它带一点 orange 的颜色，我想它应该就是虾。对，所以这个是几时做好的？昨天做的。对，已经冷却冰冻了。啊，要够硬咯。哇，真的是硬的哈，所以它一定是硬的，然后你才可以切。对，切成薄薄的，不然它很软，它就切的有些厚，有些很薄，就不均匀。切好了，我们就那边排咯。晒的时候还会缩小一点，炸的时候会膨胀很多。OK， 里头有不同口味的是吗？啊，对。哪一个是最淡的？啊，手动。手动啊 ，OK， 开。哇，它一剪哦，我马上就闻到。重口味的人吃起来就会讲说没有什么味道，那种吃的很清淡的人啊，他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吃出其中的那个奥妙。这个是虾饼，这个是加虾的啊 ，OK， 加虾的我们就吃多点。哦，我还是喜欢这个，我还喜欢这个。我就停在那个路旁边可以了哈。哦，这个就是阿嬷的家哈。欢迎来到阿妈家。哎，一来到哦就听到叽叽咕咕了，那个是什么来的？那个是龟咖啡，就马来语叫龟咖啡。这些是每天早上新鲜炸出来的椰浆、蛋、面粉之类龟咖啡的原材料。然后就是火炭这样子烘烤，这个就是完成品啦。对，可以直接拿来吃吗？可以。你在吃这个时候，它还有那个炭香的那个味道，还有那个古早味。嗯，这样里头应该是有很多你的儿时的回忆，是不是？我们儿时的回忆。所以这边都会有一些土产，对不对？哦，你这里真的什么都卖哈，你还有卖燕窝哈，哎呦，还有这个粉，我外婆有用。当时那个年代唯一一种化妆品而已，只有一这个是到底个牌子。用来做什么的哈？粉底，啊，很白嘞。它有2个颜色的，有粉色和白色的。哦，对，还有这种。这就是以前的香水。还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带你来看，满满回忆的地方，一看。这个我们小时候都吃过的东西，大白兔奶糖 ，of course。大白兔，对，这个。哦，以前呢我都很开心拿到这个嘞，这是巧克力来的嘛？对，巧克力糖还可以当眼镜，还有这个麦芽糖，麦芽糖。哦，这个真的嘞 ，Thank you very much 嘞，让我们来这边参观。肚子饿了对吧？我刚才从那边已经跟你讲我肚子饿了，我带你去吃 omakase。Omakase yes。In Signature。你没有想到吧？这根装什么都有。有没有看到？来给你介绍一下，来，这个就是我的朋友呀 ，Bernice。OK， 我们去吃东西好了，热了。走。Hello， 你好。哎，老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菜肴是有哪几些啊？好，这个是虾菇寿司，这个是火龙果，它是手动仔小只的手动有在里面。这一道是潮州辣酱魔鬼鱼，小只的魔鬼鱼，骨也可以吃。这个是米五鱼，米五是比较少油的。所以老板，你是用这里的海鲜跟这里的米做你的料理吗？对，主要是用本地的海鲜和本地的米。所以Bernice 有说啦，你这边卖的食物是 omakase style 的吗？是不是？还是什么 Japanese fusion？Fusion 比较多啦，omakase 也是偶尔会做。OK，I think 我们 try 这个先。我也是，因为它味道比较淡。它有它这个鲜甜的味道在里头，而且呢，那个肉就是很嫩，它的米香来的比较浓郁。这里的饭它的表皮比较粗，所以沾酱的时候比较能，这个它就可以吸收那个酱汁。OK， 这个哦，它有带一点甜在里头，好像有美乃滋的那个味道在里头。
因为那个美乃滋有7香，你咯。所以它的那个手动它是以卡拉玛瑞的做法，外面有一层 batter。对，tempura 啦。 OK， 这个我很好奇，他讲这个里面有鱼蛋。那肉，它拿去炸了之后呢，那个外层那个脆脆的口感，还有里头那个嫩嫩的这个鱼肉搭配起来 ，perfect bro。现在我们 try 那个潮州辣酱魔鬼鱼。而且我觉得，因为它的肉吸收到那个汁啊，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就满满那个汁的味道，有点辣偏甜。所以当我在吃这个小魔鬼鱼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感觉上哈，就有点我像吃那个乌拿鸡的那个口感。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老板的创意啊，他连接那个日式的料理跟那个本地的那个食材，是哇 ，very creative。哎 ，Bernice， 谢谢你今天的介绍，这个我们真的很开心。So once again, thank you, Bernice。我们在新加坡见啊。OK，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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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哇呼 ，Bros， 真的很，你不觉得很开心？我们又跨州了嘞，来到了霹雳州的安顺。来到安顺呢，一定要看这里的地标啊！你们看这里，右边啊，这个就是安顺斜塔。我跟你们介绍一下啦，我有懂它的历史啦。它建于1885年，然后呢，起初呢，它是个蓄水塔，它也是一个指引船只停靠在安顺港的这个灯塔。可是呢，霹雳河泛滥，然后导致它的土壤变成很松软，所以呢，造成了这整座塔倾斜，就看起来来歪歪倾斜了，所以就变成了Leaning Tower of Anson。Yes， 我相信很多旅客都有听过这个历史故事啦，对不对？可是我们又不是一般的旅客，对不对？我们要找一些比较非一般的故事，还有不一样的历史。Yes。Hello， 你好，欢迎光临。谢谢谢谢。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饼的？我们其实是创立于1974年，我们制作饼干跟卖饼干已经接近半个世纪了。半个世纪，所以是第几代了？我现在是属于第2代，市场上呢是完全没有这一类型的花生饼，我们是全马第一家呢制作这一类型的花生饼的饼家。你们有放一点盐对吗？对，有放一点点的盐。呀，the 盐 is so good。它的咸香味会在最后的时候散发出来。然后除此之外呢，创办人的父亲本身是从事椰子的行业的，然后也自己研发了椰子饼。我以为我闻的时候那个盐的味道很重嘛，吃下去会很甜，可是没有嘞，它不会很甜，那个甜度刚刚好。所以我知道你这边有一个蛮动人的历史的，对不对？对对对，在我们安顺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值得去研究的历史，然后我们就把它画在了我们的外墙。其实呢，这是一起发生在1894年，就是当年呢，这个小象呢意外中被火车撞死了，然后呢，大象呢就为了要复仇，有一天就在那个火车轨道上等待这个火车，然后把火车给撞翻了。虽然到最后呢，大象也身亡，然后火车也确实是脱轨，只是很幸运的，当时没有造成任何受伤的人员。那你为什么会想要保留这个故事？因为呢，它是一个安顺很值得纪念的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有故事的地方，人家才会记得。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要继续呢去找更多的故事了。好的。好，在我们走之前呢，就祝你啊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好的 OK， 拜拜，拜拜，拜拜。现在我就要带你们去听另外一个故事。 OK， 什么故事？我跟你讲，这个蛮不一样的。Look， 哇，从外面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好像来到马六甲这样，对不对？ Yeah. 山里科，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安顺。哇，你这里哦，真的是古色古香，很多古董哦。带你去看更加好料的东西，这些全部都是安顺的一些广告。 哦，这些全部是安顺这里的生意啊，然后这些生意都还在吗？还是有些都还有在柳庄，到现在都还有的。1960年的广告纸到现在
而且我发现到你们保存到很好哦。这个是 original 的， original 的，它不是你在印现在你要多一次再找第二份都找不到出来了。这些都是在我爸爸那个时候慢慢的收集东西，他的妈妈叫他去丢垃圾，他去撕垃圾啊，现在就变成宝贝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呢？我带你去看我家宝贝。这个是我奶奶那个时候哦，还没有开档口哦，他们就拿着这个东西哦，一间一间去问哦，你要吃锅龟吗？你肚子饿了吗？像这些照片是谁来的？这个是我奶奶，我奶奶这个是诺亚家，她从这边学糕点回来。啊，这样另外一张呢，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在我们这条街前面啊，我的阿祖他卖糕，他的档口。我奶奶是学了娘惹糕，是然后过后再加上她是福建人，我们都是福建人啊，是然后过后就两个加起来变成有娘惹糕跟福建糕。为什么你的店会要说这些安顺的这些历史的故事？第一吧，这是传承嘛，对不对？保留旧的东西。然后过后第二嘞，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去把东西排出来，你们完全都不会懂安顺的故事，也不会懂我店的故事。来，请坐。哎 ，Hello，Hello， 你好，欢迎，你好，欢迎光临。 ，Thank you。这是我爷爷第二代然后这个我爸爸第三代，然后我就第四代。桌面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啦。这个猪肠粉是吗？对，安顺特产。这个猪肠粉超特别的哦，没有甜酱，没有辣椒酱，对，它就是有沙葛、葱头油、虾米。外面看到这些嘞，它就有一点猪油，这个青辣椒自己做的还对，是自己腌的。 ？Right，吃得出，因为它的甜味跟酸味控制得很好。我在吃的时候，我发现到这个猪肠粉比较 Q 弹啊，是有原因的吗？它是拿米磨成浆，所以你吃到会比较好吃，比较 Q 弹。那除此之外，你有那个娘惹糕点啊，还有这个福建糕点啊。阿公，以前呢是你的妈妈开始卖的嘛，对不对？是你卖的时候是怎么卖的哈？我卖的是哪个篮子？所以以前你们就是流动小贩啦，流动小贩。所以可是你妈妈就把那个手艺传给你啦，那个糕点就是由你来做啦。啊，是一代传一代了。这个白白的是什么来的？打巴龟来，打巴龟一样，那个是那个糯米皮啊，里面就花生。吃起来这个我觉得就蛮像我们海南人的那个伊布啊，只是说它的里头的馅料的那个味道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啊。好像我们已经吃了一个福建糕了，对不对？是，这样我们就选一个娘惹糕。不，你要try这个，因为新加坡很难找。真的吗？所以以前小的时候有吃过，现在很难找。它是用什么做的？砂锅的桂砂锅外面沾椰丝，它不会很甜，就是椰丝是有点咸咸的。所以你看很多娘惹糕点都是甜配一点咸，那个 balance。还有这个布洛印地，布洛印地 ，OK， 我开给你看。哦耶，这个我喜欢。还有这个我们是菠萝蛋，因为我阿妈和我妈妈在教我们的时候，这个料是最难炒、最多工，还是要用心去做。所以阿公，我觉得呢，你真的呢传承的非常的好，你把这个手艺呢真的传了一代又一代啊，然后大家都做得很好，所以Sunny，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传承下去。没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布仙。这个镇呢，大致上呢，它是有这个100多年的历史了。它以前这边的人呢，全部是以采矿为生的。OK， 很快我们就要到它的这个镇的那个中心点了。吃什么？我跟你们讲了，来到这里一定要吃这里最有名的虾面。哇，这里真的是 very happening 嘞！前面那里就可以停。就是这里哈。老板娘，好，欢迎，你好，你好，Hello， 要吃点什么呢？你们这里有什么？我们这里出名的是干咖喱虾面，还有咖喱虾面。所以老板娘，你们这边是卖这个酿豆腐的哈？这也是有料粉。料粉是什么？鱼饼啊，腐皮啊。Bro， 就是我们叫酿豆腐，可是他们叫料粉。所以你所说的这个料粉就是
这里的料，然后配上我们所吃的那些面啊，也叫做粉啊。对呀。哦，所以叫做料粉。这样你们这边的酿件啊，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哈，特别是我们自己酿的新鲜豆腐啦哈。那个呢？那个很像 hash brown 的是什么来的？那个广东话是那个沙葛。沙葛啊，满光啊。对呀对呀。哦 ，OK。还有这个很大条的是什么来的？哇，这个五香碱啊，这个。哇，你的五香碱很大条呢。这是自己做的。OK， 这样我们就下面呢，你就给我们干的。OK。好啊。OK， 我们就坐这里了。好，谢谢。OK， 等你啊。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娘 ，Thank you。哦，所以这个是咖喱虾面，它的虾头很新鲜 ，OK， 很鲜甜呀。它加了卤汁，就好像你吃那种海南咖喱饭啊，它除了咖喱之外，它也有加一些卤汁在里头的嘛。我觉得它用的这个咖喱汁哦，不会很重，里头有这个虾的鲜甜，吃的时候就 balance。刚才那个秀珍姐啊，其实她讲的酿豆腐它真的就是讲的就是那个酿的豆腐，它其他的是酿件来的。哦 ，OK， 新加坡的话就是全部就是叫做酿豆腐。这个沙葛那个包，其实这个炸沙葛吃起来很像萝卜糕。Yes, I agree。那你们要蘸那个肉圆，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筋right，你会觉得它会硬硬的，好像软骨这样，可是不会哦。你咬的时候啊，好像有 collagen 在里面。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好像一个比较扎实一点的烧麦。Alright boys， 可能这次美食交流会我们做一点海鲜类的。OK， 因为这里的海鲜很新鲜。OK， 说到美食交流会，我们有搬过很多次了嘛，你的刀应该是没有那么利了，对吗？所以我知道这里附近有一个磨刀的地方，等下带你去。路口那个啊，OK， 在马路边。老板你好，老板你好，嗨，老板，哦，这把刀跟剪刀，外国刀，一个是外国刀的。你们这个刀啊，一直要打破它，继续打破它，才用这个。可以，这个是新加坡买的，全部是新加坡买的，是50年有了。新加坡买的，你以前有去过新加坡做东西啊？1970年我在新加坡留学水啊，那边学杀猪啊、切猪肉啊，那边学回来的那个老人家。哦，所以到现在从杀猪你学会磨刀。OK， 开始了。这里的整体的感觉蛮有那种怀旧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是。你看这些它的建筑，对，这古老的建筑，还有那边那个应该是他们的18沙，你看那个车子后面还有载着鸡的，磨的。对，然后路边这边可以磨刀。OK 了哈 ，OK， 谢谢。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就叫做甲板帕畔，它是一座有100多年历史的这个矿业小镇，也是马来西亚很著名的一个鬼城。为什么会去鬼城？Anyway， 我跟你讲，它也是一个所谓的 living museum 来的，所以呢，每一砖每一瓦都珍藏了100多年的这个历史故事。所以现在我们要去跟一位热线女士啦她迫不及待的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甲板的这个故事而且要说出来呢，让世人知道。然后呢，试图呢尽他所有的能力去守护呢失落的这个土地了。我们一路上有看到有些废弃的屋子，有些是有人住的。对。那个女生应该是淹了。OK， 我们快点下车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甲板这个地方。问你一下这里很多废弃的房子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故事太长了，我们边走边聊。是要聊到路的尽头吗？可能吧，大家可以吗？可以呀。那我们要出发了。
大概1880年吧。霹雳州在当时候呢，我们被称为世界的细都，所以我们呢开采这个锡矿的产量呢是去到世界的第1名。那甲板呢，属于是早期开采锡矿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种建筑物呢，其实它都是属于1911年大火灾之后呢建造的，然后也特别的高大，因为当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采锡矿有钱嘛，这边会有那些矿家会建造好的房子呢，去给这边的居民，所以你就会看到有跟外面不一样的一些建筑的造型。当我走进帕潘这些废弃的老房子的时候呢，看到它里头的一些装饰啊、用品啊，不难发现它当年是做些什么的。第一个印象，走进那个老房子里，我猜想以前应该是人家来这里拍照，因为一半是理发院，另外一半是洋服店，所以应该是做好头发、化妆穿衣服拍照，很酷啊。可是我自己本身会觉得有点毛毛的啦。其实我没想到，一座废弃的建筑物呢，能有另外一种美，就是它这个建筑物和大自然融合一体的这种感觉。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是有点震撼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甲板呢是一个抗日军的据点。哦。这些都是当年的那些报纸，是不是？这个报纸呢，其实是报道着这一个建筑发生的事。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怡保呢其实是有一对夫妻，他的先生呢是医生，然后呢他的老婆是一个接生的护士，叫做西伯克蒂卡苏。然后那时候呢，就日本军呢就放那个空袭。他们就跑来这个甲板，就住在里面。然后前面的10米呢，就拿来做一个诊所，给当地的居民呢可以一个看医生的地方。那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有人来到这个房子，就问这个 Sibyl， 他说：“请问你可以帮我们去救治那些抗日军吗？”然后 Sibyl 当时是支持这个抗日的分子，所以他也 OK。他这个房子的后面呢，就有一间小房间。晚上的时候呢，他就会在2楼呢放一个灯笼，让抗日军去后面的房间救治他们。过后就有被这一个日军发现了，就捉了这个 Sibyl， 就让他去供出这个名单，到底谁是甲板里面的抗日军。那时候呢 ，Sibyl 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跟这边的甲板的村民无关。”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锡矿业呢就逐渐的走下坡了。而在1980多年的时候呢，锡矿的价格呢就是在这个市场上的崩溃，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甲板就逐渐没落了。耶娜，刚才我们发觉到哈，在那么多废弃的屋子当中呢，还有剩下几户人家啊。那现在甲板本身呢有多少人啊？以目前最新的数据来讲呢，只剩下60多户人家还在这边，而且大部分都是中年跟老年人，年轻的一代呢都没有在这边了。单单从它的这个故事啦，或者是它的建筑啊，大家都可以回顾当年的一些情景。我觉得它的存在啊，就可以让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知道过去。大家肚子饿了吗？很饿。好，我带你们去吃矿工餐。也就是说，以前矿工所吃的食物。是的。应该很 high in protein。Hello， 这个是我们的村长，这个是我们的前任村长。哇，前任跟现任准备食物给我们吃啊！是的。哇，谢谢谢谢谢谢。普通的一餐。这里向大家介绍这里的菜肴是当年在矿场里面的矿工餐。这是菜脯鸡蛋，这个是那个鱿鱼包那个西洋菜汤。然后在特定的日子，就初2跟16会加猪肉，为什么呢？因为猪肉对以前人来说是很稀罕的东西，很贵的东西。大家都一块有得吃的啦。对。哦，所以是一个团餐来的。一个团餐来的。好，那我们就开动了吧，好不好？ Yes。来。哦，所以这个猪肉是煮到软软的，好像是那种我们在煲汤啊，然后到最后那个肉本身已经去到蛮绵的那个状况。这个酸甜鱼的大葱呢，腌制的恰到好处，搭上那个鱼哈，那个酸呢又可以减掉那个鱼腥味，对不对？哇，这样子的搭配很好。这个梅菜你要 try， it's very good。有些梅菜太咸还是太甜，
你的刚刚好。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水准的话，其实他们的那餐啊，很丰富的，也吃的很好，很丰富的。因为很多人喜欢在矿工做工，他们一天3餐都有温饱。好，除了吃菜呢，大家可以品尝一下这个茶。这个呢是六堡茶。那六堡茶呢，在当年的时候呢，是矿工喝的茶，也叫做保命茶。因为在当时呢，他们下南洋来这边做这个采锡矿的工作，这边的天气比较炎热，有时候又会比较潮湿，所以他们不太适应，就时常会生病。喝这些茶的话呢，是可以减少生病的，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保命茶。而且在矿工里面呢，他们每一天矿场呢都会大量准备六堡茶让他们喝。我觉得就是喝的时候，它有一个甘甜，它不会很涩，也是不会很涩，很顺口。那你为什么会选择继续留在甲板？因为这个甲板新村是我成长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童年的回忆。我要把它的历史故事传承下去。说得很好，很动人，很感人，我觉得。我们这次那个美食交流会，我们就为了你们 ，and then 准备新加坡的福建炒虾面给他们。真的吗？你们觉得 OK 吗？真的吗？真的。你为什么好像很惊讶这样子？没有吃过吗？因为我很爱吃。我们看得出。今天我们美食交流会的地点呢，有些许的另类哈。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鬼城的啦，虽然是有些许的凄美啦，让我们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哈。我觉得第一次在这种环境里面煮东西有点特别，啊。你觉得这边的海鲜怎么样啊？这里的海鲜我跟你讲 ，Brian so good。我第一次看到刷螺黑这么大只，还有它的手冻也是 so good。这锅就是你要煮这个上汤嘛，对不对？食材我们有这个猪大骨啦，对，虾壳、虾头。今天我们要比较特别一点点啦，我们新加坡式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哈，以古早味来说啦，他们以前是用这个乌巴叶来包的，对，反正我们是在一个100年的老地方哈，我们就用乌巴叶了。知道为什么以前他们用这个来包吗？保温，而且也是所谓的就地取材嘛，对不对？当他们一发现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包裹东西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用了。OK 啦，每当美食交流会的时候，那2位兄弟会帮忙准备那个食物，而我呢就会出来买东西。OK， 待会我要买3层肉、鸡蛋、酸干，不可以忘记了，要忘记就惨了。Hello 耶！嗨，早安。Hello 哇，谢谢你哦，今天陪我一起逛这个巴萨。我有重要任务啦，就是要买食材。可是我觉得买食材之前呢，你可以带我这样走走看看啦，这里有什么？好啊，首先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不幸唯一的一个市巴萨。甲板的居民呢，都会来到这边呢买食材。除了有食材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小吃或者是当地的食物。等一下我带你去看一下。今天你要吃的呢，就是特别推荐你这一个福星的咸肉粽。这边呢，大部分呢都是包这个枕头的形状的，三角形的会比较少一点。这个粽子里面呢有这个梅豆、虾米，还有猪肉。我吃下去的时候，我发现到它的糯米没有那么黏，然后里头的馅料是偏咸的，我就觉得这里的人是不是喜欢重口味的？对。嘿，新加坡也有这个丸仙桂，对吗？是的，哎，有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你有吃过吗？没有，没有，我也没有看过。这是我们霹雳州的特产，嘎酱布丁。哦，嘎酱布丁，新加坡也有卖这个嘎酱布丁，就是印度人卖的，对吗？是的。你吃下去的时候，就像一个饼干哦，可是那个香料的那个味道就很重。哎，我还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三角饼。这个是不是很像那种 love letter 的？是，它是巨型版的。因为呢，小时候妈妈很爱买给我吃。她说她的小时候呢，里面会有可能这边有10个，对吗？可能有2个是里面有放了钱零钱，所以小朋友他们买了之后吃，可能他们一咬就会咬到10 cent、20 cent，他们就可以再去买零食吃。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放钱。哦，我这样拿起来就知道它一定会是很脆的。
首先它是很脆，再来它偏甜，很多小朋友会喜欢吃啦，因为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零食，所以这里所卖的都是巴班跟布星，以前小朋友都喜欢吃的这些零食啦。是的。你的进展怎么样了？现在我们煮汤头。所以啊，大致上啊，你现在是要把那个虾壳、虾头炒出精华嘛，对不对？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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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我们就等这个汤哈，开始滚啦。是，也等他们回来了。OK， 好，我们就去喝杯咖啡了哈。走啦，走吧。就这里了没？呀，老板娘，我要咖啡冰了哈。狗比我狗送冰。谢谢谢谢。这个安迪不是在这里做工的哦？不是，但他帮那个阿妈拿出来，因为刚才他说阿妈的行动不方便，所以他就自动的帮忙了。哇，这里的人情味真的很浓哦。这个就是真的是守望相助。老板娘，好，这里我看到我所需要的东西了，酸柑。在那边。没有啦，我不用那么大力了，小的这个可以啦。这个是橘子，我们当地人叫这个不是酸柑，不是，可是我们叫做酸柑。然后这个你们叫做酸柑，在新加坡应该是 lime 嘛，所以我需要15个，怎么选啊？你拿那个比较滑皮的，不然拿滑皮的。哦，耶，谢谢老板娘。OK， 买了好了酸柑呢，我现在要买鸡蛋。Hello, I want to buy eggs. Help me choose. You know how to choose good eggs. Okay, thank you so much 啊。我带你去看宰杀活鸡的那个过程。哇，活的鸡对，我耶！在新加坡看不到的。新加坡看不到了，他们宰杀这个活鸡哦。通常我们在新加坡能买到的呢，这样的，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活的就没有机会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热水，先烫它，让它的羽毛可以脱了。来到这里就有一点那个味道了啦。对。哇，来到这里真的很震撼，因为你看左边都是活的鸡，右边都是处理好的鸡耶。OK， 我还需要买最后一个食材哦，看到了猪肉，我要买3层肉800克，不用切成小片的。Yes，Let's go。OK， 那谢谢你来燕，今天带我来这里逛，该买的东西我都买了。待会呢，我兄弟们煮好了那个福建炒虾面之后呢，再请你来吃。可以，没问题，我很期待。 OK， 好，待会再见，拜拜。差不多了啦，好，你的汤。 Yes。 Hello， 它的味道 OK 了。 I'm back。 哟 ，OK， 我帮你们买的东西都买好了，这个3层肉、鸡蛋，还有酸柑、椰子水。我们快点喝，快点喝。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有什么？你去 crack 那个鸡蛋哈，还有这个卡拉曼西哦，你就去切一半。你切它的上面呢？那个头而已啦，不是把它切一半啦。对。今天在餐车准备食物的时候，我觉得很顺利，因为是我们第10次了嘛，做美食交流会，都很熟了，所以 everything was really good， 我们准备的很快。好，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各自的负责的部分哈，Chef of course， 你煮，负责炒，然后呢，何梦跟我呢就会在后面的这个 station 那边呢把它给包起来。OK， 就是那么简单。是，开火，来吧。OK， 所以现在我们下那个猪油渣跟一点的猪油。先讲哈 ，Yes， 第一盘哈，我们就给那个前任的那个村长的比较多一点的。 可
可能我们都已经得心应手了吧。尤其是在苗还炒好了之后，我们放辣椒酱，然后包好了，我们就直接帮我绑那个 rubber band。那个 flow 已经在那边了，这个呢就是一种团队的一种默契。Hello， 哦，是你第一次吃新加坡福建炒虾面？是的。看起来怎样？哇哦，很有卖相。然后通常呢，新加坡呢，我们吃法就是把那酸干挤进去之后呢，辣椒搅拌起来，然后这样吃。Yes， 就由你来搅拌。好的。那个辣椒的味道好香哦，好好吃哦。全部都拿出来 ，OK， 你可以把这盘全部吃完就可以了。Chef， 演讲你煮的这个福建炒虾面好吃，谢谢谢谢，真的很好吃。OK， 好吃是一回事情啊，最主要的现在呢，我们事不宜迟啊，马上去派了。好，现在我们就分成2组嘛，你们小2口一组，我们2个一组，你就去分给1、2、3、4、5、6、7个人。最主要的呢就是前任村长的这个哦，特别大的，特别给他的啊，因为它的食量蛮大的。 OK， 好的啊，我们就过去先给那个老奶奶，是很好，咖啡店，我们就待会见了哈，拜。现在我们呢是要去找前村长。我们为你准备了福建炒虾面，来。哦，福建面啊，这样啊，很好吃。好吃啊！这边是我们的村长，前村长，对。我们的 chef 呢已经准备了新加坡福建炒虾面，大包的吗？为什么这个特别大包？这个是特地给你的。哦。很好吃。真的，我看到你这样吃哦，我觉得如果 chef 看到你这样吃，他一定会很满意。他很喜欢看到人家吃他的食物，然后吃的时候呢，我吃什么都好吃的，津津有味啊。你慢慢享受你的食物，我们继续分给其他的村民。OK， 拜拜，拜拜。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的这个形式啊，就是煮了东西打包送给那些村民，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种的美食交流会。我们要把食物送给村民，就是要感谢他们守护甲板的历史跟他们的文化。很好吃，很香。看到他们吃得那么开心啊，我觉得很温馨啊。因为我没有很多机会去煮给我的外公外婆，所以煮给他们就是跟我煮给我的 grandparents 一样，有点小感动啊。哇，你们那么快就分完了啊？哎呀，等你们啊！大致上那些评语怎么样啊？哇，你没有看到前村长吃你那个福建炒虾面，狼吞虎咽，他这样哇。哇，你看到你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你很喜欢人家吃你的食物嘛。当然，他吃你一定会很满意。他讲很好吃，都没有试过这样子，拍了节目当中还要煮给当地的居民吃，这个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体验。对，我们这一集也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美食交流会啦。也希望啊甲板的人呢，现在也可以对我们新加坡的这个饮食文化有那么多一点点的这个了解。除此之外呢，也真的要非常感谢你，这次呢让我们上了历史的一课啊，让我们身在其中，见证了这个历史的这个篇章。那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努力啊，把这个甲板的故事说给更多的人听。感谢大家来到甲板。怡保糖水街，这里应该有50多个摊位。哇，我喜欢，好吃。你醒了吗？醒了的。哇 ，bro， 我都不懂，我头过不了吗 ？bro， 我真的过不了 ，bro。我的天哪！今天准备食物给著名的厨师吃啊，你会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啊？